Felista 沉寂1年后突然回归，本来已经让无数关注他的人激动不已。一个全新的账号出现，一段久违的视频发布，镜头中的人无论是长相、声音，还是说话时的神态，都让大家瞬间认定，这就是 Felista 本人。尤其是他在视频里提到自己这1年的沉默，说到想带豆豆回中国时情绪失控，热泪盈眶，更是让很多人觉得这种情绪不可能是假的。大家本以为这是一场等待已久的回归，可没想到，就在大家纷纷确认 Felista 回来了的时候，周斌却站出来否认了。他明确表示，那不是 Felista 的账号。一句否认，让本来已经明朗的事情再次变得扑朔迷离。网友瞬间陷入疑惑：如果不是 Felista， 那视频里的人是谁？明明从外貌到声音都高度一致，为什么都斌要否认？到底是都斌在隐瞒什么，还是这个账号真的另有隐情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原本的回归喜悦，瞬间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身份谜团。而这场谜团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，视频里的那个人看起来真的就是 Felista。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复观看了视频，有人仔细听他说话的声音，有人观察他说话时的嘴型，有人甚至去对比过去的视频截图，越对比越觉得像。不仅五官高度一致，就连说话时的神情停顿、眼神变化、情绪波动，都几乎和过去一模一样。尤其是他说道感谢大家一直支持的时候那种哽咽感，以及说到豆豆时那种强烈的情绪波动，都非常自然。如果这是假的，那假的太真实了。很多网友表示，如果这都不是 Felista， 那只能是双胞胎。因为人脸可以模仿，但一个人的细微神态和语言习惯很难做到如此一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都斌的否认才显得格外突兀。毕竟，如果视频中的人真的不是 Felista， 那他应该给出一个合理解释，比如账号是谁注册的，视频中的人是谁，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，为什么声音也一样。但目前他只是否认，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。正是这种只否认不解释的态度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因为在大众看来，如果事情很简单，那解释也应该很简单。如果不是 Felista， 只要告诉大家这是旧视频，或者这是别人冒充，疑问就能减少很多。可现在只有一句不是他，这种模糊回应反而让外界产生更多猜测。于是各种说法开始出现，有人怀疑这是 Felista 本人，但因为某些原因都并不方便承认。也有人猜测账号确实是 Felista 的，但双方在是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还有人认为周斌可能根本不知道 Felista 开了新账号，所以直接否认。这些猜测虽然没有证据，但都说明了一件事：周斌的否认并没有打消疑虑，反而放大了疑虑。更关键的是，很多人开始关注一个细节：视频不像 AI 生成，如果都斌否认，那么理论上最大的可能就是假视频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段视频从目前来看，并没有明显 AI 痕迹。现在 AI 换脸技术确实很强，但仍然会有一些常见破绽，比如嘴型和语音不同步，面部边缘模糊，表情切换僵硬，眼神不自然，情绪缺乏连贯性。可这段视频里，这些问题并不明显。他说话时的面部肌肉变化很自然，哭泣时眼神和声音情绪同步，甚至连停顿时的微表情都非常真实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复看完后仍然坚持不像 AI。 如果不是 AI， 那就意味着视频里的人是真人，而如果是真人又和 Felista 高度一致，那都斌的否认就更让人费解。于是现在全网最核心的问题变成了周斌为什么要否认。这背后可能存在几种原因。第一种可能，他在保护 Felista， 这是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。如果 Felista 现在确实不方便公开露面，那么都斌否认账号存在，可能是一种保护措施。为什么需要保护？因为一旦承认账号属实，就意味着他正式回归公众视野，而回归之后，他将面对大量关注、不断追问、舆论压力、各种猜测。对于一个沉默了1年的人来说，这种压力非常大，尤其是如果他现在仍处于手续办理阶段，或者生活状态还不稳定，那么过早公开可能带来额外负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周斌否认也许并不是撒谎，而是在挡流量。他可能希望等一切更稳定后再正式公开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他的否认就不是为了误导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第二种可能，双方信息不同步。还有一种可能是 Felista 开了新账号，
但没有告诉都比恩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并非没有可能。如果双方目前不在同一生活状态下，或者沟通并不实时，那么一方开账号，另一方并不知道，是有可能发生的。这并看到大家在讨论后，下意识认为是假账号，于是否认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他否认时可能是真的不知情。这种情况下，后续只要 Felista 本人再次发声，事情就会明朗。第三种可能，账号真实性仍存在问题。虽然视频看起来很真实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技术伪造的可能。AI 技术正在快速发展，过去我们判断 AI 视频靠的是明显破绽，但现在很多高质量视频已经可以做到高度逼真，尤其是如果使用真人素材进行训练，再配合语音克隆，生成的视频可以极具迷惑性。所以看起来像，并不等于就是真的。如果有人掌握大量 Felista 视频素材，再利用 AI 生成新内容，理论上是可以做到高度相似的。但问题在于成本太高，制作这样一段高仿视频需要时间、技术和素材支持。如果只是为了冒充一个账号，这种投入并不划算。因此，虽然不能排除 AI 可能，但从逻辑上看，概率并不高。正因为每一种解释都有可能，所以现在大家才会陷入集体疑惑。一边是视频内容高度真实，一边是都比恩明确否认，两个信息互相矛盾，导致谁也无法下结论。于是现在大家能做的只有等待。等待谁？等待 Felista 账号的进一步回应。因为目前最关键的验证方式就是看这个账号会不会继续更新。如果只是一次性发布一条视频，那疑点会很大。但如果接下来持续更新，发布更多日常视频，回应评论区问题，解释账号真实性，针对都比恩否认做出说明，那真实性就会大大提高。尤其是如果他正面回应这个账号就是我的，那所有疑问都会迎来答案。所以现在真正的关键不是网友猜测，而是账号下一步动作。而从舆论角度来看，这种真假未明的状态反而让关注度更高。因为确定的回归热度有限，但真假难辨的回归会让讨论持续发酵。大家会不断讨论到底是不是他，这边为什么否认，后面会不会回应，有没有隐藏原因。这种悬念感让整件事不断升温，甚至有人开始说，这可能是 Felista 回归前的一次试探，先发布视频观察舆论，再决定是否正式公开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后续回应就更加重要。但无论如何，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不是猜测谁在说谎，而是观察事实。因为情绪判断容易出错，只有后续动态才能说明问题。如果账号持续更新，真实性会越来越高；如果账号沉默不回应，那么都比恩的说法就更可信。所以现阶段最理性的态度是保持关注，但不要急着下结论。毕竟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。视频是真的像 Felista， 都比恩也是真的否认了。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，所有判断都只是猜测。而网友现在的疑惑其实正说明 Felista 在大家心中的分量。因为在乎，所以才会反复确认；因为关注，所以才会等待答案。也许很快 Felista 账号会再次更新，亲自回应这场争议。也许都比恩会进一步解释否认原因，又或者事情会继续沉默，让疑团持续存在。但不管怎样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答案。那个在视频里流泪说想带豆豆回中国的人，到底是不是 Felista 本人？答案可能就在下一条视频里。而在那之前，这场真假难辨的风波只会继续发酵，我们也只能继续等待。等待 Felista 账号的回应，等待真相浮出水面。而真正的答案也许很快就会到来。